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哭哭聊，我是今天的 MC 小侯。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 MC 拉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刚刚官宣的一对情侣，让我们欢迎灰灰和潘子，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灰灰。Hello， 哦，不好意思。Hello， 大家好，我是坐在灰灰旁边的潘子。哇，这两位呢，官宣就是甜呢。对啊，这两位呢是我们最近大热的综艺《偏爱之恋》的两位人气嘉宾，然后他们俩今天也是非常荣幸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你们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哭哭聊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还是和恋爱有关，会稍微相关一点。对。那你们就是最近刚刚官宣，日子应该是非常的甜蜜，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的甜蜜时刻。对，你先，我先。你先。我先吧。就是我们最近可能因为官宣以后嘛，大家出去来玩就不用再躲着掖着了。以前可能会要藏着就出门逛个街还要戴口罩，现在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找地方去玩，很棒。然后因为之前我们很多次就是那个 IP 就会被网友扒出来，我们其实我们有用那个翻墙，但是有时候就会露出来，然后网友也大概的捕捉到我俩见面频率就10天到半个月就会见一次，就是我们两个人从在一起到现在这个见面频率挺稳定的。我觉得这个是谈恋爱中异地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一个见面的频率。确实，看来是非常幸福和甜蜜的时刻，有在稳定。对，然后其实我也看了咱们这个《偏爱之恋》这个节目，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我就会在很多小红书的帖子或者是抖音的帖子有刷到，就是说很多恋综他们都怀疑是不是有剧本，因为其实我自己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很 drama 的时刻，比如说特别出圈的那个潘子那个敲窗进门的那个时刻，找一下，天哪，我自己都会觉得我的天，这是命中注定的时刻吗？那我就是想问一下，可能你们这个节目里面有剧本吗？你说一下，因为是你来找的我。肯定绝对没有。当时我自己私下开直播嘛，跟大家说，我还说如果有剧本我就挂科。这么拼吗？对，但其实我们当时自己在那看，然后也会觉得有点像剧本，因为那会儿找他真的特别巧，我在那一敲门，然后他其实刚好日记也写到我。其实我觉得他的视角看上去都没有那么的巧，就在我的视角看来，是我当时是心情有点低落，就是我当时在第二天，其实我当时已经觉得当天的票不会投给他了，我可能觉得他是心仪别的女嘉宾的，所以在我的视角看来是我对你刚好已经心灰意冷的时候，你来找我了，来的真是时候，来的特别巧的是，我日记刚好写到，我说刚开始骂他，对，刚开始提到他，结果就开始敲窗，然后来找我，但他的视角可能只是普通一次来找我嘛，但在我的视角看来，是我的一个心路里边一个大转折，也不普通啊，鼓足好大勇气的，没看出来。但是我觉得在灰灰的视角里肯定会非常惊喜，因为我当时看到那一段的时候，其实有点狠狠带入到你了，就是很能感同身受。本来开始已经内耗了，然后后来发现天哪，来找我了，他居然来了，对，真的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他的心意，完全不知道，可能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吧。所以就是整个节目的流程就是大家顺水推舟或者是顺其自然发生的事情，没有所谓的剧本，没有剧本，而且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PD 也不会给我们任何的指引。完全不会，就全部跟着自己的心走，对，就是跟着心走。那我其实还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是有那个生存值，是叫生存值吧？生存值还有那个投票，就是我觉得，会不会有些人会想，因为我想留在这个岛里，而去故意的多跟其他嘉宾互动互动啊，吸引大家把票投过来一下？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会不会因为生存和恋爱的这两个问题有冲突，而导致大家做出一些错误的选择和判断？你先说吧。有，他票生存值是最高的，也是主要是灰灰老师投出来的，人气男嘉宾。然后我主要觉得这个生存值和偏爱值，大家现在看起来，我感觉大家都还是跟着自己本心走的。但当那天淘汰的广播来临的时候，就是还是会紧张。就是当时我第一天，我以为我要走了，第一下叫我潘小野，我说好，我要准备想我要该说什么。大家好，大家再见，大家再见这样子。
然后但是我觉得最后那个偏爱值投递，然后就每天投的月亮砝码，反而是能让你更分得清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就是你对这个人只是赞美他还是喜欢他，就更能分得清。就当你站上去投的那一刻，就是代表着你的心意的一个。其实我觉得这个生存值和偏爱值，它反而让我更勇敢了。因为你，偏爱值就是你每天都要投递，然后你可能就心里有一个天秤吧，你肯定会有偏向的一方。其实这个月光石的投递会让你更加的坚定自己的内心。然后我觉得那个生存值，其实它虽然是一个竞技啊，但是人在竞技中感情升温的还是挺快的。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后续就是有组队，我们两个人一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两个人的默契啊、配合啊，就是会让你们的感情升温，在这10几天里升温，是一个升温的节点。那我反正挺开心的跟他组队，当然没赢过，我俩没拿过第一，没关系，在一队就已经对啊，在一起就很幸福在一起就行。然后我看这个恋综，我还有一个困惑的点，就是在不明白对方心意的情况下，你们是如何就是把握好这种平衡去和对方相处的呢？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其实岛上人也比较多嘛，接触的人也比较多。而且就是我看节目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弹幕说，就是一种说法啊，它不一定就是非得是那个不好的意思，就是可能说为了你想生存下去啊，或者说想多了解一些人，可能会养鱼，就类似于这样的说法。然后对你们是什么样的？你先说。其实我当时也是，但是我在上节目之前，其实没想到自己会all in那么快，就也没想到就会一下子，可能还是想先了解嘛，就跟大家了解深了再考虑其他的。然后，但我是较早比较坚定的，确实，对。然后，因为也是双向的一个情绪点给到我了，让我知道，因为我那个宣言就搭积木嘛，你一块我一块，如果也没有对面的那一块，我也不会就是搭起来。对对对对。我都还记得，就是当你们两个就是两个人都开始 all in 的时候，我每次看到那个地方，我就看着我在床上卷成了一个鸡尾虾，我真的是特别磕看的。确实有那个生存的那个赛制的时候，有些人他就会 push 他，就是主动去找不同的人了解。其实我们在岛上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很正常的，就是这个是一个被允许的一个现象，因为没办法，你就是时间有限，你需要多跟一些人去了解接触。但是我们两个人可能是属于也是比较幸运，接触的快，然后呢接触上了之后就是觉得是对的人，就直接一直往下相处了，也没有再过多的了解其他人了。那你们自己会看这个节目吗？会看，我们俩基本上是第一时间更新，我们两个人有的时候会打着电话看，然后有的时候会好浪漫，我们会边看边发信息，就实时发信息这样子，实时讨论，对，一块讨论，比我们看弹幕快捷啊，是啊，而且还亲身带入。那你们就是看这个节目自己有什么感受？是呈现的效果，和你们真实的感觉和想法也一样吗？或者是会有一些些许的出入吗？我看节目最大的一个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就是我在岛上的时候，其实我是以我第一视角去看待这个的。但是我看节目之后，我会发现有很多我观察不到的细节。其实就像那个第6期，就是当时有一个画面是他给我擦鞋啊，就是那个哇，印象深刻。我是不知道的，我当时是不知道，他也没有跟我说，因为是那个镜头拍完之后，我自己在看播出的时候，我才知道有这个细节。对，所以你在岛上你不知道这些细节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影响一些你的判断。就可能那天白天其实我们是在各自排练各自的那个节目，也没有什么太多接触，晚上吃饭也没有在一块。但是呢，我看了那个播出之后，我就会发现原来他跟你不在一块的时候，其实他还是一直想着你，心心念念着你的这种感觉，一直在默默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对。我觉得当时那个举动真的有暖到，因为就是潘子他把你的鞋擦干净之后，他是默默的放回去，他也并不是说告诉一下灰灰怎么样，就是感觉是默默付出那种感觉。在细节方面处理的很好。是这样的。哎呀，这个我一定能说了，接受这个夸奖是吧？那我也说一个吧，就是当时我们在看节目，我感觉观感就是完全不一样。虽然我们经历过了，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或者是中间什么事情，但是
还是会跟大家一样，就是说岛主快加更加更。然后有一次是在厨房，灰灰三找四找五找六找小潘，我知道那个，我也对印象非常深刻。过去回头，过去回头。对，但其实我当时可能就专注于洗菜。你没有感受到吗？就是后来能感觉到一点，但是就不太会，就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闲逛找活吧。他完全不知道，没有感觉，他眼里只有你。他完全不知道，就是节目播出完了，我有跟他说，我其实第2天有很主动找你聊天，他没发现，他是看了播出的那个画面，他才意识到。所以说就是节目剪完，大家就是那个视角更通透了。天呐，我觉得很神奇，就是你在录这档节目，然后里面经历的这些事情，但其实有些你不知道，双方是不知道的。当你们再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细节，然后感觉好幸福。对，而且这就意味着你们不能撒谎了。对，你们到时候就是直接说，哎，我们看这个记录里面有没有做这件事情。对。OK， 好。那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第一天见到彼此的感受吧。初印象。对，初印象。我们俩的那个就他是我在所有嘉宾里第一个见到的，因为我是在还没进场，碰巧遇到。对，我俩是碰巧遇到的。然后那个也有很多人说是不是剧本，完全没有剧本。那个是因为他在我上一个出场，然后他在那里耽误了一会儿，所以他耽误的那会儿时间我已经入场了，所以我们2个人就碰撞到了。然后当时就是我就回头跟他打了个招呼，那是我俩第一次见面。我当时第一眼见到他，我的印象是很阳光，就是一个男大的形象。其实他是所有岛民里边，我觉得年龄看上去最好猜的一个，因为他的形象啊、性格、讲话就是一个大学生的那种少年感。对他的印象是挺好的，因为是他主动来跟我破冰打招呼的。当时我说，你说，第一印象，当时是沙滩上，因为我看，哎，后面有个人也在看那个象限，打个招呼，一打，哎，学姐。就是跟学姐的形象一样，就是展现在前面。然后后来2个人在沙滩上有一搭没一搭的，然后我觉得还挺自然。那会儿也是个名场面吧。那会儿就是我太纠结，我在那看了一圈象限，又看了一遍，我也老不好意思。对，学姐。所以就是小潘对那个灰灰的印象就是一个学姐的感觉，然后灰灰对小潘就是说，哎，是一个清纯男大学生的感觉。然后我前段时间就是我一直在猛追这个综艺，就是有一天我看了好几期，然后我有一次看到，我本来觉得都是很甜蜜的时候，然后有一期看到你们玩那个默契的游戏大挑战，然后好像产生了一些婚恋关系的分歧。对，分歧。那你们是有当时在节目上解决吗？或者说私底下讨论过这些问题吗？我们有在节目上，我们当晚就聊了。就是小潘他的性格跟我比较互补的一点，就是我遇到问题，我先内耗，我可能先自己消化一下，但他是当天解决那种，他就会主动找你。对，那天也是他来看出我情绪不好，然后他主动来找我，然后就跟我聊说，今天感觉你情绪有点不好，就是具体是哪个问题我们产生了分歧，我们再复盘一下。然后当时就把我们Yes or No 的那个产生分歧的问题又重新聊了一遍。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可能情绪有点着急了。当时，所以我们俩坐下来又好好复盘了一下时候，就发现其实很多问题不是问题。就是我感觉遇到问题的时候，解决情绪比解决问题要重要吧，我觉得。因为当时我其实就是有点情绪上头了，所以那个节目剪出来也挺吓人的。那一期把好多就是观众给吓一跳，我觉得很吓人。然后我又是一个就是脸上藏不住事的人，我当时玩那个游戏，我的脸后面明显就是有点黑脸了，是因为我当时有点着急了，又想赢，然后又想回答对。然后后面晚上我们2个人平下心来聊的时候，其实觉得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沟通才是最重要的。对，就是我觉得那个分歧更像是我们2个人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偏差的一个认知，就也算分歧，但我觉得这种说法更好一点。然后在当天晚上把所有事儿摊在一个面讲，我也了解到他的想法，就我也更深入的了解了。所以我觉得那个竞技场，对我们是有益的。就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比如每天开开心的，我就给他送个水、擦个鞋，就这样谈恋爱。我觉得还是需要这种 deep talk 的这种。是的。那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婚恋观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吗？其实我记得
我们那天研究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异地恋，就是你会去到对方的城市哦，我吗？对这个印象也最深，对，刚想问来着。我的回答是不行，然后他的回答是可以。其实这也是我们俩互补的一个地方。真的。然后我为什么会选择不行？首先一个是没有人这么为我做过，所以我会，他在回答，保持质疑。我是保持质疑的。我当时就觉得是在画大饼，然后我是觉得能做到几分就说几分，所以他当时回答的，而且他后面又立马改答案了，我当时就觉得你完全就是不坚定。然后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产生很大分歧的一个问题。然后晚上他又跟我说了，他有一句话就是我印象很深，就他说，可能只有20%的可能和几率，但是也要为了那20%去努力。所以他那句话说完，我觉得，那就不是问题了，就是你努力尝试就好。好懂我啊，都说完了，没得说了。对，就是那个 yes 和 no， 其实这个问题的 yes 和 no， 它的 yes 和 no 代表着做和不做，但是我想选第3个选项，愿意做，就是我可以愿意。然后当时的一下子说，哎 yes no yes no， 然后剪的特别说我挺多幼稚的，也还就说我飘忽不定嘛，这答案。哎，其实之前我们也邀请过其他的情侣嘉宾，然后我们当时也聊到了一个关于婚恋方面的问题，就是说，当时说的主题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就是耍流氓。那我就是想问一下，你们这对新刚官宣的情侣，你们会觉得谈恋爱就是一定要为了结婚吗？或者是人一定要结婚吗？我从来就是从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的观念就是谈恋爱不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我觉得就是享受那个过程，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给我带来的情绪价值和成长是可能一段婚姻也带来不了的。但是你当时选的是？对，我当时是我俩也是相反的这个，对，因为我觉得男生可能比较就会把它当做一个小盼头、小目标，虽然就真的离得很远，就我们这个年纪嘛，20多岁还没还正式的就步入社会，像这样。然后，但是我觉得有这个盼头，在恋爱中啊，它就像一个激励的一个作用，我觉得。确实，因为我当时我也记得，就是这个问题出来之后，慧说了一句过程最重要。其实我也是保持这个观点。顺其自然。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的观点，感觉哈。是的，过程最重要。人生嘛，就是来体验的。对。哎，那你们有看到网友们对你们2个之间的评价吗？有，其实当时很多人说我是一个拧巴的人，然后大家说就是慧可能她的性格、爱情观有点太拧巴了，可能跟她谈恋爱会比较的累，相处可能对，就是其实这样的弹幕挺多的。我一开始其实挺在意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只看到了一面，就是他可能只把我那一句话就是当做是全部的我了，但其实不是的。就是我一直都觉得拧巴不是一个贬义词，就它是我在面对这种情绪的一个消化方式。我可能自己先消化完了，我再去找它解决，也是一个解决方式。但是可能它这种解决方式更快速有效吧，直白一点。对，我觉得拧巴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成熟的体现，因为拧巴的人往往会想的很多，考虑的很多，所以才会有这种拧巴的感觉。我觉得是另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就是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对方，因为他要去考虑很多，所以才会让人看起来感觉比较拧巴。其实我当时觉得他还行，因为在我的视角来看，就这不像拧巴，就像他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很酷。然后他当时那天厨房。他就会大胆的把自己想法说出来，比那些就是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就焦虑这焦虑那，他能向我表达很多。就我觉得，在我眼里，他也是想主动解决的，所以在我眼里，反正不是拧巴。然后那会儿给我的评价就是潘子，你赶紧长嘴啊，就是死嘴快说。然后我就评论区安慰他，等吧，下一期吧，我必须说，没播到那我们不能说。对，我们只能评论区暗暗的安慰他们。因为其实很多偶像剧也好，或者是一些电视剧里面2个人有误会，就是因为老是不说，2个人就是一直较着劲儿呢。对，就是较着劲儿，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也急。对，就感觉好像以前的时候啊，就是谈恋爱，很多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会把想法放在心里，然后让对方去猜，说你都猜不到，你凭什么说你喜欢我呀？但是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你就是需要去说，你要去沟通，不然人家又不会读心术，怎么会知道你想？其实我在岛上跟他的相处，我认为啊，
好像没有那种过夜的情绪，就基本上我俩只要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当天晚上，当日事当日对毕。对，当天晚上就聊开了。对，我觉得真的。两个人相处之间确实需要及时的把问题解决和沟通好。这个真的很重要。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之前有看恋综，然后我觉得恋综它的节奏或者是一些相处的模式可能会比较快一点。那你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感觉到对方的心意的呢？就是什么时候感觉哎，好像对他有一点好感，或者是感觉到他好像对我有一点好感？我感觉到我自己对他有好感，就是厨房那一段，就是厨房我一直在他周围徘徊，这就是我表达好感的一个方式。只是可能哦，刚接触还是有点含蓄了，嗯但是踏出那一步了，就是那一刻是我觉得我知道自己心意了。而且其实从那天之后，我没有再了解过其他男生嘛，就基本上已经确认坚定一个心意了。然后我感觉到他对我的好感，就是那天晚上他来找我单独聊天，而且哦，他有很直球的表明，就是第一个找的你，只找了你。我觉得他都哦，对说到对对。对，这说个份儿上了。对，都说这么直接了，你如果对我没意思的话，那也太没意思了。我找一下段辉。哎，我其实有一个比较好奇的点，你就刚刚说在厨房里面感觉到你对潘潘有一些好感和心意嘛？那他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情吗？还是就是感受到了他的魅力在那一刻？说实话，那天啊，他整个人，因为我们女生进厨房的时候，男生基本上已经开始在那忙碌起来了。我当时一进去我就看见了他，他站在那个洗手台，就哎个子特别高。说实话，跟他那天整个人的气质穿搭还是有关的，就一下很子抓人眼球。对，先是抓到我嗯，眼球了，然后我就开始关注他。我关注他就发现他是那种，就是又开朗，就是跟别人聊天都不会让人尴尬的那种，很健谈，然后又会默默做事的那种人。就这种男生，我觉得在人群里给我感觉非常的温柔有礼貌，就也符合我第一天对他的第一印象。所以我当时就说想要接触，我就去努力了。又洗菜又擦鞋。因为我感觉就是我从看节目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感觉，就是你们厨房前一天晚上，你们两个不是从那个，就是你们好几个人一起从那块儿走，然后你们两个走在后面再进行一些聊天。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会不会就已经有一点，就是嗯，想要了解。我懂，有，其实那天有，其实我第二天的备采，我就有跟那个 PD 说，我说我对他第一次产生不一样的那个就是那个印象的时候，就是他当时沙滩上跟我聊那个象限，就他把我选择蓝色象限的那个理由，就是说的很透彻。就当时他问我为什么会选那个蓝色的象限，因为我俩选的不一样。然后我就说，因为我觉得蓝色是大海，然后我觉得可能大海就是有一面是波涛汹涌的，但是有一面又比较持久且平静的，这可能就是我的恋爱观，就是不能说只有一面，需要有就是多样性一点。然后他当时就立马能 get 到我说的那个意思，嗯，且就是他做出的那个解释回答，当时让我觉得，哎，我当时觉得，说你。我当时觉得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小男孩儿，但是他说完这句话，我一下子觉得我俩能聊到一块。所以第二天我觉得我俩的接触，就包括我俩第二天晚上单独聊天，基本上是很同频的。我记得你当时也说了，就是感觉在沙滩上聊完之后，感觉哎，这是一个还挺成熟的小对，当时男孩儿。觉得他很猜成熟。年龄当时互对，相。是的，我觉得算是一种推进吧。对，刚刚潘潘有分享那个，我说了，哦，其实当时我感受到，就是我能坚定的选他也是在沙滩，那时候我们玩小游戏，然后我就有点懵了，我说出去走走，然后当时我还穿了个睡衣，往那沙滩一坐，然后特舒服。然后当时我们第一天在椅子上聊，是这样说，我当时有问他，你有想了解更多男生吗？然后我说你也可以去试了解，毕竟在偏爱岛上就可以跟他了解，不仅是做恋人，也是做朋友。当时辉辉给我的说法就是还是会坚持第一印象比较好的。那会儿沙滩上我又问了他一遍这种问题，就是你还是这几天有没有聊过其他男生啊？男生啊有没有聊过啊？其实这个节目没有剪进去，我们俩对第二天晚上聊天，他有问到我，就是有没有想跟其他男嘉宾，或者有没有跟其他男嘉宾接触过。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当时给他的回答是，我基本上80%已经确定自己的心意了，我可能
就是不再会接触别人，但这个没有剪进去啊。然后包括第3天晚上我俩聊天，他也问我了，说你有就是找别的人聊天什么？我说没有，我说没有想聊的了。每天都很在意，都要问一下。大家叫都问啊，长嘴啊，潘子。长嘴，其实占有欲还蛮强的。长嘴挺好的。还有一些问题就是你们在岛上，可能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那你们什么时候或者是什么事件让你们认定了，哎，100%就是他了？有没有小故事？这确实还真有，就是告白夜那天，告白夜是这样的，我们是要男生因为他选择跟我告白的话，他就站在那等我，然后我是要走一段路过去找他，然后当时中间就会问你是否选择带上你的那个月光石，如果你选择了它，你就把那颗月光石放上去。因为之前我们的月光石都是在对方不知情单独去投的，但是这次是属于你俩直接面对面表明这个心意了。当时说实话，我在念那个规则的时候，我其实还有一点点在思考，在犹豫，但是我还是选择拿上了那颗月光石。但是我虽然拿上了，但是我路上的就是那个心里还是很纠结。我在想，投了这颗月光石，就是真的要跟这个人在一块儿开始发展这段关系了吗？就是我还在想，这段关系真的就要这么开始了吗？但是当我站上去，站到他对面的时候，就是互相表明心意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对视的时候，我在听他跟我讲他的心意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睛就是有一些泪水，然后呢，就让我感觉很真诚，就是就真的我觉得眼睛是不会说谎的，就是我看着他眼睛，他在说那段话的时候，我那一瞬间，其实就是那一瞬间对视的那一个瞬间，让我觉得这颗月光石我应该给他，就应该给他，因为感受到了真诚，对，面对面的感受到了。其实那会儿有个小细节，就是那会儿我们2个人互送完礼物，首先那个手工相册令我记忆很深，但我觉得最深的就是有一刻我泪水直接就爆出来，就当时四处找没有镜头的画面，我说不要，我的表情管理已经不行了，泪就下来了。对，那会儿就是因为我已经他的那个熊里面，然后也大致意思就是，还是希望线下我们可以发展，然后也互相更加了解对方，再做这些决定。那我就会想，哎，那应该是没有了，那我们就直接走吧。然后我说那就直接走吧。当然那个他盒子还没打开，我说没有了，也不用打开了。然后我就问了他一句，哎，我是不是要把这个盒子打开？但是他以为我里边是空的。对。然后你继续讲。然后他那会儿就是一打开一有，然后当时那个就是眼泪水就是突然止不住的那种，不由自主就流。他当时那个反应我现在都记得，就是我打开投上去之后，他很惊讶，就他没有想到。我当时一站到他对面，我就问他，我说你猜这里面有吗？他说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有，因为我会这么问。但是他听完我那段录音之后，他觉得大概率是没有。然后当他以为没有，直接准备下去的时候，结果又拿出来了，过山车是一波三折，玩我一样，逗小狗在这。哇塞，哎，那你就比如说你遇到什么样子的人，或者他身上有什么品质的话，你会心里认定他？品质吗？对，就是给他打一个100分，就说这个人还不错，可以值得发展。对，值得发展。是介于刚见面还是说是？可能就是你们已经有相处过了，但是可能还在犹豫当中嘛，因为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那他做出什么样子的事情，你会觉得哦，可以更加进一步喽？投个月光石。我们现实生活可能没有月光石这样子的一些评判标准。那你会觉得他做出什么样子的行为能够打动到你？我觉得，他对我花心思了，就无论他做什么，只要让我感受到他对我花心思了，他是有用心的去了解过我。你能 get 到吗？我有点难 get。感觉就跟我刚刚说的真诚，就是那一瞬间你感觉到他的用意。就是我，哎呀，成熟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我更多的会去看他做了什么，细节上，对他对我做了什么，付出。做出了什么行动？你有没有什么之前遇到过的例子可以分享一下吗？提个行李箱来到你城市，我来了。从寥寥无几的事迹当中一选几个吧。
其实是有一个我当时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其实当时就是处于感觉要在一块了，要在一块了。但是我这个人，我是属于一个仪式感很重的人，就如果说他没有给我一个正式的告白，或者说没有跟我就是一些个这种仪式的话，我是不会承认我们两个在一起了这样子的。然后当时是上大学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刚好跟一个男生，算是就是已经聊的感觉，就马上就要在一起那种时候了。那当时他是在杭州，然后我是在上海嘛，然后当时他就给我发消息说他要今天下午要去干什么，我说好吧，然后当时我也很怀疑嘛，我说，然后他就给我发那个地铁的那个照片儿，然后他说要去怎么，我说哦好吧，然后我在床上躺着的那一天，我真的是因为我没事儿干，我在床上躺着什么都没，就是睡衣，然后头发也是披头散发，然后在那玩手机。他就给我打了个视频过来，我就接了，我说怎么你不是在忙吗？你知道他的那个手机反转就对着我们学校的校门，上海体育学院。我当时我说你是 P 的是拍的照片吗？还是怎么样？他说不是啊。然后这个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我说我接个电话，然后是一个外卖电话，然后下去拿是一盆很大的花。然后但是他很搞笑的就是他那个外卖点到了就是我们宿舍旁边的那个门，他去了另外一个比较远的那个门，他自己设想的是我拿到花的同时我看到他人站在那，但其实我拿到花我说你人在哪儿？然后我又从这边绕过去那个门找他。那故事的结局是？就是在一起啦。哇，好幸福！哎，但我挺好奇，就是你抱着这花去另一个门找他的时候，这段心路历程有没有想什么？就是大概有预感嘛，就是我觉得送花这个举动其实已经很明确了，但是我会想他会怎么跟我说，就是他会说什么，以他的性格他会怎么样跟我表达他这个意思呢？就这样子，我可能会这样子想，然后我当时也超级紧张。是这样子的，我们听着都紧张。当时还有一颗少女心，有点像我拿着那颗月光石去找他那段路，也是纠结犹豫。那我也分享一下我之前就是经历的那个100%时刻吧，就是我跟初恋还没有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上大学了，他因为复读的原因，他就是还在高中学习，然后那个时候他也没有手机，可能和我交流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在一起。因为我们本来是约定好高考毕业之后上大学了再在一起，然后但是因为他复读了嘛，就不要影响他学习。然后那个时候他每天晚上都会写一封明信片，然后写了可能大概有100-200张，就是每天都会记录一下今天发生了什么，就像灰灰写日记一样。然后每天就是分享一些跟我说的话。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他突然说给我寄了一个快递，然后我就收到那个快递，我当时一打开看。很厚的一叠明信片，然后上面写满了就是一些小故事啊之类，我当时看的我是热泪盈眶，历程真的好浪漫，大家都各有各的浪漫。其实是在暗暗给那个他们俩支招，把我们俩的故事表面说出来，其实是在给他们提供一些途径。后来回去灰灰也开始每天写明信片，我也开始每天日记改成明信片。我现在已经在淘宝了。那就是在正式表白之前，灰灰有设想过表白的场景或者是一些表白的细节吗？有设想过，其实我们那个节目保密的特别好。其实我在走到那一刻的上1分钟，我可能都不知道我要往哪走，我要去哪，他在哪，我也不知道。然后去到之后见到他，在这之前，我当时有想，他可能就会跟我说一些什么。你人挺好啊，或者是跟你相处很开心这种，我们可以继续发展这种。但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他给我的那个表达心意是说我们两个人正式开始一段关系，还是只是说跟你相处这段时间很开心，就这两者还是有区分的。但是真的站到那里的时候，我觉得就还是能感觉到他那个热烈和真诚吧，就是有点就像他这个年纪就很简单很纯粹，就他给我的意思也是想发展这样一段关系。他当时挺出乎我意料的坚定的，我觉得还比我要坚定。我觉得当时确实你比我坚定一些，因为我确实思考的太多了。不应该的吗？总有人要迈出那一步吗？确实，对吧？总有人要先主动一点。是呀。对，哎，那我们刚刚说的是好感，那从哪一刻你们会觉得是
心动或者是喜欢上了对方呢？或者是你们觉得好感和喜欢它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它肯定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了嘛，先有好感，再慢慢喜欢上彼此。我先说，你先说。看我俩说的是，看我俩说的是行啊行啊，看一下好感，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就是不是特别大的事件，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相处，就是一些自然而然的一些小细节、小动作，互相帮衬啊，或者是互相拿个小水、零食啊，然后互相坐一起帮忙拉个座位啊，这种小细节上会让我们好感，我的好感就越来越多。然后喜欢最后一天，就是有个瞬间，就是那会儿是拿礼物出来，他把那个之前那个相册，就是把这我们岛上记忆就是打印下来，就是我当时也是第一次就是收到这样的礼物。那会儿我看了好久，他一直在催我，你快点看，你快点看，不要在这一直站着。我说这怎么能快点看呢？然后那会儿就是特别心动，那他跟我说的是同一天，我也是觉得从好感再晋升到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俩告白夜那天。是这样，我告白夜给他准备的一个小礼物是我们俩在岛上所有的合影，还有约会的照片，我把它手工制作成一个相册，然后有画画，有写字，然后也有想写给他的话，然后当时就送给他。然后当时他打开的时候，他看得特别仔细，他在一页一页念那个字，但是你知道当时那个周围就很安静，我一直催他，我说：“你快点，你快点。”我说：“你私下再慢慢看，你现在先就是翻到最后一页。”因为最后一页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现在，喜欢的人是因为这个岛上的氛围，还是说你遇到了一个对的人？”他当时给我的回答是遇到了对的人，且他当时就是讲那段话的时候，他是看着我的眼睛讲的，就他的眼睛已经有点湿润了，当时。所以我当时看着他眼睛，我那一刻觉得我觉得这个人是对的人，对，是这种感觉，很真诚，他这个人。是那天，我俩说的是同一天。那假设我们没有就回到那么多天前，就是你们还就只是相互有好感的时候，你们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一定要经历一个正式的告白，还是水到渠成，就是我们心照不宣，自然而然的在一起呢？必须吧，我俩都比较注重仪式感嘛。但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在岛上，他们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仪式感。但如果是抛开节目，没有这个节目的话，我生活中其实我也是那种属于就是像这种表白什么的，我会觉得人太多，我有一点点不好意思。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自己互相懂，就首先你要说出这个心意，互相表明这个心意是必要的一点。但是你要说需不需要一个很大的仪式感来进行这个表白，其实我觉得不重要。我觉得就是要专门为对方设计一个仪式感的方式，来通过了解他比如说表白的场景，可能就是挑一个两个人平常特别喜欢散步的地方，然后准备的东西也是对方所喜欢的那种，也不用什么大花什么大家人一起哄，万一人也不喜欢呢，就完全就是量身定制为对方考虑。对，两个人刚刚好，想说什么说什么。我看节目就是可能有一些嘉宾，会有主动的时候，但是有些人太过主动，可能就会觉得，哎，他是不是在养鱼啊？他是不是在钓我？会有这样子的怀疑。那你们两个人是如何把控这种恋爱期间主动的程度呢？我觉得是看他怎么做。其实他跟我表明他的心意是一点，但还是得看他怎么做。他第二天跟我表明完心意之后，他确实就是后面的接触也有跟其他人有一个距离，我觉得这个表现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像有一些他可能会跟每个女生可能都说一样的话，然后呢，边界感、距离也都一样，那就凸显不出你的重要性了。这种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在养鱼吧。中央空调型。对，中央空调。我觉得在感情里面，应该都挺希望被区别对待一下。对，要排偏爱之恋，偏爱。毕竟就是偏爱之恋。对啊，那潘潘呢？我其实跟他想法挺赞同的，但是有些男生可能是他最开始也没抱着，就是甚至刚刚说养鱼，就可能跟大家一起多了解，但是对这点还是想说一下，就他们可能就是大家都是好朋友嘛，一起了解，但可能会被人理解为，对，那你们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界定吗？就是比如说我跟你只是朋友想了解的程度，和那种我故意去养鱼的这种行为，肯定是有不同区别的嘛？你们会觉得这样子有什么不同的点吗？有，
如果是爱情方面的想了解的话，我会直接表明心意，就是我对你是有好感的。但是如果只是朋友的话，我一般会说跟你在一块玩很开心，玩，对，发重要好人卡是玩，对，就是发好人卡这种感觉，哦这个是有一个边界的。我觉得是在聊天中的语气、态度，然后聊天内容来看。然后就拿我举例，我可能对喜欢的女生，我可能会这种有好感女生，我会有点小心翼翼，我不知道说啥，就是就你懂我，ENFP。然后就是反而就是做朋友的，我会大大咧咧，就我感觉就是我俩就是朋友嘛，也没必要太那个，对。对，我觉得就是看跟一个人相处的状态，其实就很明显。当一个女孩子跟你相处的时候，非常的就是大大咧咧，就是什么都不太管的话，就说明可能就是朋友。对，但是你反而如果说，哎，你觉得他有时候有一点感觉有点含蓄，有点内敛，有点害羞，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要做什么，其实就是一种有好感的这种。当你觉得他捉摸不透的时候，反而可能是你先上头了，我觉得。OK， 那我们刚刚就是聊完了喜欢的这个过程。那你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因为我刚刚其实听潘潘说他那个就是有问那个灰灰的一些信息嘛，那我刚刚还说他某种程度上占有欲还比较强。那你们会觉得占有欲和控制欲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太大了。这俩真的区别挺大的。我觉得占有欲是你喜欢这个人，你确实会比较在意他跟别的异性的边界感。但是控制欲，我觉得就属于我命令你，我要求你。但是占有欲只是我希望你对。你觉得呢？我觉得我会偏喜欢被占有欲那种，就是比如说假设一个情况，就比如说我在跟朋友吃饭，但我也跟他说了，哎，我跟我朋友吃个烧烤去晚上，但没提前跟他报备，但是我就发信息，然后那时候我吃着吃着，他突然发现在干嘛，就是开玩笑一样的，就是吃怎么样了，然后我觉得会看到这个信息，我首先不是那种。哎，怎么又管我？就是开心，哎，反而会觉得炫耀一下，完了跟朋友炫耀一下。他有在想我哎，对，这一点我俩很像，因为我俩都是风象星座。风象星座其实是被动一点点的那一方，就是我其实希望你管着我的，你可以多发信息问一问我在干嘛，但是可能不太会主动去一直输出那种。这点我俩其实有时候像到一块去了。哎，你们是什么星座？我是天秤，我是双子。确实风象。虽然没问，但我要说我是射手。虽然没有，我要说我是天蝎。你是天蝎？对，我是天蝎。我觉得天蝎女生可有个性了。那你们的 MBTI 是？我是 ISFP。哎，我也是一样的。哇塞，好巧！你们三个都一样？不是，我肯定。他是显而易见快乐小狗。我也是。那刚好对上了。对上一个对称了。我们消乐，彼此都消掉了。对，那你们会平时比如说阴阳一下对方吗？比如说，哟，在那个什么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又在玩呢。我会啊，我没事我喜欢就是，但我是开玩笑的，我不会说真的就是把对方说到生气那种，我就没事我就阴阳一下，是吧？但是具体有什么事我有点忘了。但就是会有时候跟我开玩笑，我也能看出来。但是我有时候经不起这种玩笑，你知道，我有时候会有点小的生气，然后我又不想主动说话，我可能就回一个哦。但是现在其实回想起来，还是要站在对方，人只是开个玩笑，你一定要往其他方向想，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想到了那个画面，就是他说：“你好，我找一下段段辉。”然后灰灰那天晚上就说了一个那个模仿了他一下。你好，找一下那个谁是吗？对，我当时是模仿他的语气，但是没有恶意的那种，所以这个在我看来我不会生气，就是因为这属于一个打情骂俏，就是这种感觉对于我来说，一些个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吧，对，算是。那你们双方彼此会有那种生理性喜欢吗？就比如说一看到就会想拉拉小手啊，抱一抱啊之类的。你好那个，我好八卦呀！我的天哪，我怎么什么问题都问？这我也很想知道，把人家小情侣的隐私全都挖出来了。你说吧。其实，
怎么了？其实我觉得很显而易见，显而易见，就是两个人坐在一起就不由自主的想靠近，而且说着说着搭一下搭一下。我印象好深，就咱俩出岛约会那天，就他给我拍那个照片是这种视角的那种，他拍着拍着突然把手搭到我的肩上了，但是当时对于我来说，我说啊，我一下惊了，我把他手打开，然后当时他给我拍那张动图里边，就是我说你拍照就拍照，搭我肩干嘛？下岛了之后，我有问他，他说就是有的时候会不受控制的想靠近，对，这个就是生理性喜欢哦，可能是吧。很同频，就经常做一样的动作。是的，就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久了，我感觉会。这个姿势是网友说我俩见面能捏死1000只蚊子，对，就这样子。太好了，夏天找你们玩去，不用再去被蚊子咬了。太棒了！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之后，会跟对方越来越像，然后也会去就是被对方的一些习惯呀，比如说语气呀，或者说口头禅这种都会受影响。还有那个表情包，我俩那个表情包共享，越用越像，语气也会越来越像，对，打字说话的方式也会越来越像，对，相处久了就是会被感染，就跟东北话似的。呢。哎，就是你们从有好感到喜欢，肯定是要经历一段过程的嘛。那我们肯定会觉得这个过程有一定时间的暧昧期。那你们会觉得暧昧期对你们来说是，哎，我很享受这种感觉，或者是有点煎熬，还是不确定他最后会不会能跟我在一起这种感觉？你们是觉得，哎，我享受其中，还是倍感煎熬？其实我是属于享受其中的那种，因为我其实对他。其实我们在告白夜前一天我就知道他肯定会跟我告白的，但是底气，但是他比较紧张，他确实，你是不是对当时我的那个做法还比较犹豫？其实那会儿我是想了一个问题，就是想法很多，以至于那天晚上前，然后大家坐在一起，我其实那会儿就一直在考虑，因为灰灰给我的他的想法，我也能理解到，他是想慢慢来，甚至就是在倒下。然后继续发展，然后我觉得，我觉得这个道理没毛病。然后当时会想着，哎，既然他这样说了，我还要不要表达心意？但后来想明白了，这就是一个你表达自己、做自己的一个事儿，就不要考虑太多。然后那会儿自个儿一个人在宿舍还乱走，紧张呢，紧张的搓手，又要开始搓蚊子了。我觉得表达心意是一个很重要且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你要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具体要形成什么样的结果或者要怎么做，其实可以两个人再沟通。重要的是要表达出来先，对，先表达，让对方知道，对，不然对方也不确定。是这样的。所以情侣相处之间有一个，不是说情侣相处之间吧，就是两个相互喜欢的人相处之间有一个正式的告白是非常重要的，仪式感。对，你们刚好也经历了这一个过程。所以，你说，你问，不是，我本来是想问你们，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吗？但是他们已经经历过了，我觉得应该是必须的，对于你们来说。对，对于我们那个岛上是一个收尾的感觉。那假设我们没有，就回到那么多天前，就是你们还就只是相互有好感的时候，你们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一定要经历一个正式的告白，还是？哎，水到渠成，就是我们心照不宣，自然而然的在一起呢？必须吧，我俩都比较注重仪式感嘛。但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在岛上，他们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仪式感。但如果是抛开节目，没有这个节目的话，我生活中其实我也是那种属于就是像这种表白什么的，我会觉得人太多，我有一点点不好意思。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自己互相懂，就首先你要说出这个心意，互相表明这个心意是必要的一点，但是你要说需不需要一个很大的仪式感来进行这个表白，其实我觉得不重要。我觉得就是要专门为对方设计一个仪式感的方式，来通过了解他比如说表白的场景，可能就是挑一个两个人平常特别喜欢散步的地方，然后准备的东西也是对方所喜欢的那种，也不用什么大花什么大家人一起哄，万一人也不喜欢呢，就完全就是量身定制为对方考虑。对。两个人刚刚好，想说什么说什么。那就是你们在从日常分享到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分享一些痛苦或者一些不好情绪的时刻？那这个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嘛。那你们的感情可能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升华的。你们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就或者说你们会去主动跟对方讲吗？就是说今天我有烦心事啊，对啊，或者类似于从日常的分享可能对，会，或者说让对展示自己方去脆弱的一面，或者让对方去发现你的情绪不好，然后等他来问你，是哪种？我觉得他好像还真的很少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他是一个高能量的人，快乐小狗是真这样的是小狗快乐小狗。分人吧，分人吧，我真的没有见过你低能量的时候，你有过我没发现的时候吗？因为是你啊，哦，对吧？可能是因为是我。分人什么这时候？啊，低能量就是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就可能生活上一些琐事吧，学校里像这样子，嗯，对，就是我俩相处到现在，他还没有就是展现过，就是他生活中的一些焦虑或者是很难受的时候，没有，好像是真的没嗯。有。然后灰灰的话，就是他因为以前处理情绪的方式，就每个人处理情绪方式都不同嘛，嗯可能会先把自己包在一起，然后先消化情绪，然后先自己想一会儿，嗯然后再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其实上次我们两个是异地恋，就是南京北京，但也挺好的，我觉得挺近的了，就 G66坐那个动确车，实，然后3、4个小时。然后有一次我们当时约见面，然后当时灰灰跟我打电话说，问我大概什么时候那会儿放假，就是少一点来。我当时就开了个玩笑，我说啊，那放假在月底，就是当时那会儿隔了十几20天，嗯，但其实那会儿就是灰灰有一点有吧，好像有吧。失落吗？有一点不开心，就是嗯但是他不会明面表出来，但是我能感觉到，就是当然那会儿我也只是玩笑，我以后少开好。然对，后我记对，得当时就是我问他，因为我相当于问他这个下一次什么时候放假，就是相当于问你我们下一次什么时候见面。他给我来了一个月底，因为当时是月初。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一个月跨一个月啊，这一个月都不见了是吧？我说行，那就不见了，看谁能忍得住。然后我当时就，我们俩是打电话说的，我就把电话给挂了。哦，那这个举动很明显。没有，他漫不经心，他说啊有我是点事儿，漫不经心，我是说哦，我现在要比如说我要干嘛干嘛。 P图去了这样对子，找个借口挂掉。然后挂了以后，我在那说，哎，不对啊，他老是后知后觉，他老后知后觉。反射会有点长，对，需要反应。因为可能没意识到，就这个玩笑带来的，就是可能在我这个视角，这只是玩笑，但是在感同身受一下，在灰灰的视角，就是你做的其实有一点过分。我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前段时间刷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两个人相处之间，他们感情的升温或者是升华，一定是在一方面展示给另一方面自己脆弱，或者是一起经历过很风吹雨打，对，就类似于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你们俩目前有没有经历过一些爱情的考验？我觉得我俩在节目上那一次，就是那个 Yes or No 那个游戏，当天晚上聊的挺多的。然后我觉得当时也聊到我们俩的恋爱观了。然后呢，你也能大概的感觉出这个人他的一些想法。所以我觉得那个算是，其实是算我俩的一次考验了。后面还有吗？在你看来？就其实我们线下相处来看，其实没有特别大。我们当时有天还聊，我说我们俩好像欠一场吵架。对，太顺了。对，我其实刚刚讲说的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就一场吵架，反而就是能让两个人静下心来聊一下，然后也聊一下之前一段恋爱是一些小细节啊，甚至都可以摆出来说一下。但其实目前还没有，但是我们会有一些小的，比如说观念不一致，在生活中，但也会当天晚上，就比如说我发消息说一下，就我们俩来聊一下。就比如说恋爱生活中报备啊，像这种一些小细节，比如他可能正在忙，但我可能只需要他稍微给我发多一点点信息，然后我就很开心了，而不是就是我在忙，就是这样子。这种小分歧，但是很小，就一瞬间就解决了，当下就解决了。一句话的事儿，感觉这就是互补的好处。确实，刚刚潘潘说的那个欠一场吵架，我特别有感同身受，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每次在吵架之后，他们的感情反而会升温，因为在吵架的时候，他们会冷静下来，然后进行深度的对话。就是我想问你们，虽然没有吵架，但可能也会进行一些深度的对话。除了上一次那个 Yes or No 那天晚上之后，你们还有没有进行过一些其他的深层次的对话？迄今为止，对，目前来看，其实我想的那些深层次对话，可能就是在一次大吵之后情绪的一个积累。但我们其实很多在生活中一些情绪都在当下就立马解决了。就我俩属于小吵或者小情绪，就当时就立马给他解决了，就没有
造成他成为一个大矛盾，不然我睡不着。对，他是我会睡不着，我也会，就得讲完再去。但他睡不着，他不说话，他说我去逼读了，我去刷抖音了，然后我在这真睡不着，我说哎呀，而且你们又是异地恋，只能干着对急，只能靠手机，对，不会像那个会不会有那种非常偶像剧的桥段？下来，我在楼下。哇，目前没有，目前就是约着见面，对，大概等一个惊喜，就藏不住也。我要来找你，藏不住。之后灰灰每次故意吵架之后，就等着在楼下看到那个帆帆帆拿着外卖，对。那你们刚在一起的时候状态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你们去约会啊，或者是你们聊天相处的方式啊，是怎么样的？我感觉我俩有点像那种，我喜欢拌嘴，我喜欢没事怼他2下那一种，欢喜冤家，有点像。是有点像，我俩在节目里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其实前面跟他不太熟的时候，你还会有一个拿捏一个分寸，到后面你觉得熟了，你可以这样跟他开玩笑了之后，后期我就老是，比如他老跟在我后面，或者是我去投票，他也老跟着我，就会开玩笑，我说怎么又来了？你怎么跟个小挂件一样？但其实是开心的，只是我会用这个打闹的方式说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俩的相处方式就还挺纯真的，我觉得还。那会儿其实，在我们线下，然后岛上，他会开一些小玩笑，但这个初心是好的，就是你现在想，但当时我可能，我可能开不太起玩笑，但是现在有个想法，就有个说法，我刚想到，为什么他只对我开玩笑呢？他是自我攻略型。对，就我有时候自己能自己想明白了，跟我似的，自己想开了，就是一个换位思考。我觉得在异地恋中。那我觉得其实就是有一点小男生和小女生的这种相处模式的感觉，真的好甜蜜的那种，很搭感觉，方方面面都很搭。像我们这种老人已经感受不到这种恋爱时甜蜜的滋味了，而且其实忘却了已经。对，而且算是半个校园恋爱吧，因为有一半在你们俩。我知道潘潘现在还在学校里。我是大4，就是快毕业了。那其实也算是，虽然不在一个还是挺同频的，所以对，而且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上早八，早八。我突然意识到他们是姐弟恋。哦，对，我比他大8个月。8个月，8个月，哇塞，看着像吗？看着一样的，看着感觉差不太多。那你平时会就是叫他姐姐之类的吗？哇，会，这也会真的这是什么加更什么？没有，收费的，这段是收费的。福利来了，家人们。没有，就我发现年纪小的那方有时候还可能更希望自己像哥哥一点的，想自己有担当一点。对，其实我们2个人没有叫过我姐姐，没关系，不叫姐姐可以叫子子。有点太抽象了，sorry，你曾经被叫过吗？搞笑女是很难获得爱情的，谢谢，谢谢，所以我每天在采访情侣。前几天刚刚我们也是看到你们在网上官宣了，那对于官宣的话，就是你们会去更多的是分享期待，还是说会有一些顾虑、担心、担忧这样子？我俩其实都还挺在意，就是观众网友们的评价的，因为毕竟是大家看着我们从认识到现在官宣嘛，然后大家中间对我们也产生过分歧吧，就比如说我俩异地，我俩年龄比较小，就会觉得这段感情应该就是一个快餐式的，但其实。我觉得时间能证明一切。但是在意的话肯定是在意的。而且虽然我们年纪小，但是现在大家其实都成熟的蛮早的，确实，大家对于感情的把握都还是要对我们有信心。对，大家现在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对，那是什么样的契机吧？算是促成了说你们想要官宣你们的这个关系。其实我们俩。就是收获到就是 CP 粉嘛，就喜欢我们2个人的一些观众朋友，就有的时候我也会看他们的评价，就之前节目播出期间，就有一些网友就会说，我真的很带入灰灰，或者我真的很带入小潘，我很能理解他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其实在我看来，他们是真的很认真的
就说白了那句网上大家说的话，就是你们俩的感情，我付出的不比你们少。确实，他们追了就是全程，而且他们是属于一个上帝视角，可能看得更多、更全面一些。所以首先我特别感谢有 CP 粉会喜欢我们2个人这段关系，所以我觉得选择官宣一定要给大家一个交代，然后就是我们2个人肯定要给对方一个安全感和信任吧，就是因为这样子也可以大家替我监督他，对吧？看我吧。那我很想知道，就是官宣这个事情是谁先提出来的，还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像顺其自然，就是我们2个人双方相互的，我觉得没有说突然提出来我们要不要官宣，而是我们把这个官宣选择了一个必要的吧，我觉得是。就有个话题嘛，就以前你高中你会不会把女朋友发在朋友圈？你们会吗？你们会吗？有些人真正成熟的人是不会轻易把自己的对象暴露在外面。在以前，就你们高中、大学那会儿，就有些人其实不太喜欢发，就喜欢自己私底下。但其实于我而言，我从来没有就是在朋友圈发过我的男朋友，就是因为对我来说，我愿意把我的男朋友发到朋友圈，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微信会加很多很多人。当我愿意把你放到我的朋友圈里，让很多很多人看到我在跟你有这段关系的话，我觉得可能我对这个男孩会需要我对他非常非常信任，并且我非常非常喜欢他，我才会去做出这个举动。就是我要做出这个举动，你要让我觉得你是值得的。对，我不会很轻易的去做出这个。确实，因为在我看来，就是把自己和自己对象的关系暴露在可能会陌生人的视野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非常勇敢且非常相信彼此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对，说明我们还是对方值得的人。对，你们既值得又勇敢。你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对，你们唱的很好听。我又有问题了，你们在恋爱里面就是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呢？是比如说通过言语，或者是小潘的行为，比如说我要去买票去见你，或者是我要主动靠近你等等。2个都有。都有。我们每天表达也挺多的，然后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电话或者视频这样。然后我们目前的见面频率也是10天1见，或者是半个月1见这样子。有空就见嘛。对。那我很好奇，就是他们很多异地恋的，他们会煲那个电话粥，你们会吗？就是比如说当你们俩都没事的时候，会一直挂着那个电话吗？哪怕没有话讲。你先睡，你先睡，你先挂，不，你先挂。会好像，就有的时候我可能给他发的是文字，你在干嘛，他就会直接打一个电话过来。然后就开始滔滔不绝的讲，很让人安心。他是这样他收行李，他跟我打着电话也是，就明明是他在收行李，但是说话的人一直是他。就是我觉得有句话挺好，我也是网上看到的。如果在异地恋过程中，你让你的女性对方成为一个侦探，那就是你的不好。对。这让我想到了就是报备和分享的这种感觉。你们平时就是很爱互相给对方报备。他一早醒分享欲被我消息轰炸了。他有的时候早8，我可能比他稍微晚一点，然后我起床之后，我那个信息已经50加了，就是这样。他就是从醒了之后，他就开始发信息，干嘛干嘛干嘛，其实也没干嘛，就是要发条信息，喝个水也要发个信息。哇塞！我刚喝了2口水哦。差不多，我觉得刚喝了2口农山泉。那其实这是很多异地恋情侣的一个常态了，就是通过发消息或者是打电话来表达自己的思念和喜欢。思念。OK。2个播音生在这里，我在这里滔滔不绝的讲，结果都是错的发音。那你们觉得在就是异地恋相处当中，要多了解对方的生活呢？就比如说刚刚你们说的，已经喝水都要报备一下了吗？要了解到。我刚眨了一下眼。要了解到这种程度，还是会了解个大概，他今天大概在做什么就可以。就是或者说随心随性。我是随心的那一种，就是分情况。你觉得这个场合不适合，就是一直发信息，那我也能理解。你只要事先跟我说一下就好了。就比如说你在工作，你跟我说一下你现在工作可能回不了信息，那你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不回信息，我觉得都不会介意的。但是你不能突然的消失，然后跟我说你去工作了，这也不行。
这个时候就会说狠话了。这个时候我就要开始说狠话，准备好了吗？做好准备，我要开始喽。我觉得就是在编辑信息上，比如说，假如说我现在要去拍照，我可能2、3个小时，我真的不方便看手机。有一种话是，我要去拍照了，等会儿可能不能回信息，但这会儿对方看到啥意思啊？然后你是我对象吗？其实还有另一种话是吧？就给他发个视频，比如说在你这录一个视频，我今天在哪拍照，等会儿可能回不了信息哦，就是让对方感觉到你的情绪点，让对方在意你，而不是只是就是我要去拍照了。在他看来，他可能觉得，他这样说也没毛病，但是就是感觉缺了点什么。就是我懂你的意思，你的那种表达方式会让他很安心，他确实实实在在看到了你正在某个地方在做什么，然后包括你也是跟他讲了你要做什么。他打的文字你就感觉能听到他的语音。你们有没有什么更加具体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他经常发视频啊，没事他就录一个自己，对，就这样子。然后他发信息也会就是语气词比较多，你就能感觉到他的那个情绪是什么样的，就不会就是o 的这一种。呐呢呀，直接放语音里。他喜欢发语音。而且语音一定，你转文字之后你一定要再去听，因为你转文字了之后，就是我当时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有一天我给他发消息，然后当时是那天因为一个事情，然后耽误了我要去拍东西，然后当时我就说都怪你怎么样，然后他发了一串语音，然后我转文字。我说他说话怎么这样啊？他说我说话太冲了。对，然后我当时因为我是转文字，我当时没有听，我就看那个文字说什么啊，就是你自己化妆时间没有就是没有把握好，怎么样的。我说不行，我听了一下，这也能怪我？是你自己化妆时间是这样语气突然我就不生气了。对，就是很重要，还是要听一下。所以我们俩就经常打电话这样。避免因为文字和语气的误会。对，因为每个人理解不一样嘛，看到一句话就是当下自己的就是理解方式，可能不太一样。然后可能异地恋相处嘛，和平时见面多接触还是不太一样的，可能还是需要给你们2个人之间增加一点仪式感的。你们2个现在在异地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什么仪式感的事宜？会做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情？就类似于说，每次潘子要去找灰灰的时候，会不会说，拿一朵花，带一束花，每次见面必须要带花？会，我记得很深，是我俩第一次就是下岛之后，我们2个人就分开了，然后下岛之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然后当时我跟那个另外一个嘉宾素素，我们俩一块儿去的上海，然后他比我们先到的上海。然后他当时他明明答应了说要来高铁站接我，但是他又因为早起赶高铁，他那天就睡着了。然后当时我也没有怪他，我也没有多想，我觉得就是太困了睡着了。所以我到的时候，他就是可能在酒店睡觉。结果我到了之后，我在那打着电话跟司机就是沟通的时候，突然他抱着一个花，他就过来了。哇塞！他就过来了，然后他是跟那个素素串通好的所以我说那天为什么素素就是一直问我，小潘不来吗？你不生气吗？我说不生气啊，他就一直问我生气吗？生气吗？对，其实根本没有生气，还是年轻人还会谈恋爱。我觉得异地就是需要他身边的朋友也很重要。我觉得异地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些小惊喜和小浪漫。当时我还怪紧张，因为他给我发信息了，他说没起来呀，就是很平淡的一句，但我觉得火药味挺有一点。但我觉得这种小玩笑就是也是一个2个人的情感的升温剂嘛。但我想回，但是不能回，得忍住，就还没到那个惊喜那一刻。我现在此时应该是在睡觉。那其实异地恋每次见面和分开的时候，他的情感是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像是在过山车一样。可能每次见面的时候特别特别期待，然后特别开心，但是每次分别的时候就很依依不舍。你们2个目前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分开的时候会落泪吗？抱着舍不得分开。你会吗？手指甲都这样了。我觉得就是最想他那会儿是就分开后的可能晚上。就一个人躺宿舍板上的那个说的很凄凉，说的很凄凉。对，然后但我觉得就有个方法，就可能就是我们在比如说今天我就要回南京了，或者假设我就会跟他聊我们下次啥时候见，就有个盼头。这个我觉得挺好的一个方法。
就我俩分开的时候，我已经在想下一次见面是啥时候了，所以可能我那个悲伤的情绪不会太多，你就有一种他好像没走的感觉。给自己定一个美好的期许，对，就设想一下下一次美好的见面。就首先是你离得没有特别特别远，其次是你们知道你们还会再见的，所以应该。那刚刚聊了一些关于异地恋甜蜜的时刻，那会不会因为你们两个异地恋，比如说生活节奏上，或者是产生一些差异，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分歧或者是矛盾呢？就目前来看，我们可能相比其他因为现在社会上有些就可能学生、研究生跟已经社会工作者，他们差异、工作习惯可能相差比较大。我俩目前还是学生，还是比较相近的，比较同频。对对对对，但可能有时候会有时候小熬夜，但可能也是就到1点钟那种。但我可能在学校里，因为宿舍他们熄灯，然后我可能要早睡。然后那会儿，但我觉得这也不是特别，不是，就是有的时候他醒了，他发很多信息，但我在睡觉，就他收不到回复。然后可能晚上我在熬夜的时候，他已经睡觉了，我发很多信息收不到回复，这样。但其实我觉得也还好，也还好，就也没什么差异。那我很好奇，就是遇到到这种时候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慧慧晚上熬夜给你发了很多消息，然后但是你已经睡着了，你早上起来会一条一条回复吗？我会发一堆语音，他会一条消息轰炸来了，我就那个发一条着回复，我也会，好不好？他会，我们俩都是这样。哇塞，怪不得这么甜蜜。他是一边就是本来早起，他是10点钟，比如说有拍摄，然后他是一边化妆一边回我的那个，就引用回复，但一边还在化妆。我会有一个滞后性，比如说我看完了，我先看完一遍之后，我可能在忙。然后我忙完了之后，我又会翻回去再看一遍，再重新发一遍。确实，因为有些人他会意念回复，看到了，好，对，回复了。我就是这样子的人，讨厌你。谢谢你的讨厌。那其实我很想知道，你们现在是处于还在学校，对吧？你们还是学生的身份，但是同时也谈着这个异地恋。但我觉得很多问题还是需要去思考的。那你们就是私底下或者说有没有考虑过说未来的规划？就是因为你们肯定是会面临着毕业这个问题，以后要就业。那你们有没有就是讨论过2个人对于这个怎么去调整这个你们俩的恋爱呢？有没？我觉得异地恋，我认为就是保持一个见面的频率很重要，然后不只是男方来找女方，就是我觉得女方就是也需要付出一些行动的。所以我们俩的见面基本上是他来找我1次，我来找你1次这种，然后半个月见1次。首先是要固定一个见面频率，然后其次规划的话，因为确实我们俩的年纪就是还是属于一个对爱情理解的也不完整，还是有一些欠妥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吧，因为对于我来说，异地恋不是个事儿。其实，我觉得只要有一个稳定的见面频率的话，不是一个事，就没有把它当做一个问题去对待。但是如果说之后有机会的话，或者有意愿的话，肯定也希望就是能待在一块儿，对，能离得再近一点点。因为我有印象，在节目当中也是那个 yes or no。对，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关于你们会为了对方去到对方的城市嘛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如果现在再重新问一下这个问题的话，你们会怎么回答呢？对，会怎么想？就是还是觉得先要注重自己的就是发展，然后再去考虑到以后。就是说咱们要先有就业之后要有了这个经济基础，然后再去考虑到以后2个人再搬到同个城市啊，或者说是再近一点。或者我悄咪咪的打探一下听一下那个潘潘的想法，是打算直接来北京找工作呢，潘潘，还是你跟那个岛上答案有变吗？就是其实我当时听到这个问题，我猜一下慧慧因为他可能考虑就是想的一个词概括，做好当下，对吧？就是保持见面频率，所以这个 no 和 yes 我觉得各有各的道理。然后但是我的话我会选 yes， 但是我这个 yes 并不是为了去束缚对方什么，就比如说摆出来这个道理，我们俩就是奔着结婚去的，这样而是为我自己定下一个目标，然后来给我一个兴奋剂或者是激励剂一样的作用，对，然后顺其自然嘛，2个人我觉得就这样。
挺好。但也需要，我觉得也需要一个找时间去聊一下，确这个实，事儿，因为大家也比较关注，因为我看网上其实很多人 Q 我们两个人异地，对异地这个事儿，实是，在就是避不开这个话题。因为你们现在是学生，需要上课，是肯定是没有办法说要去到对方的城市，但是你们终究还是会面临毕业嘛。考虑一下。哎，但你们不是你们哥哥姐姐不是已经差不多工作了？那你们会为对方吩咐吗？假设，来 yes 和 no， 3、2、1 ，no。我可能也会偏 no 一点，就是我们都是现实主义派，是这样的，理解因为工作不好找，你知道的，这拿年到一份工作不容易，这年米很难的。对，先考虑吃饭的事儿。对，但是我会看看他在什么城市，因为我可能会给自己规定几个城市可以待。就如果说他在我规划到的这个城市里面的话，我可以去考虑一下。可以考虑。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觉得感情只是生活里的一个部分，我还有事业和以及家人、朋友等等各个方面才能组成一个完整我的生活。我不可能因为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就要完全放弃生活的另一部分，确实，所以我可能会综合考虑，比如说我的事业啊、我的工作、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等等。对，可能不会那么单一的，因为我的对象在某个城市，我就一定要去到那个城市。确实，即使这可能会造成我们异地。对，还是要考虑到很多因素嘛。对，确实，我们年纪毕竟大了，哎，长大了就是这样的，不像你们这种年纪小孩子。对，现在你们俩不是异地恋嘛？就是那你们觉得在你们在一起到现在的这段时间里面，这一段异地恋有没有教会你们什么呢？他给我带来的一个我个人上的改变就是要沟通。其实我在遇到他之前也还是一个不沟通的人，但是我跟他在一块之后，我觉得好很多了吧，真的好很多，比我俩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也好很多。好太多了，哎呀妈呀！我开始主动沟通了，主动跟对方说我的诉求了，就这样。我改变了你什么呢？他改变我，其实最开始在岛上，不是我们刚刚说的，有些时候他会开我小玩笑，但其实这些是正向的，比如说坐姿、站姿，或者是平常说话的就是那种不要太轻浮。我觉得这些就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嘛。恋人都是互相的导师一样的，就往好的方向发展。然后岛下，哎，我刚想说啥？异地恋。刚那个问题，异地恋教会了你什么？教会了什么？我觉得最大的就是让我更加的去感同身受。就比如刚刚我说的开玩笑，我可能以前不会站在对方考虑想，我觉得我这个情绪点我先要抒发，然后你再去想其他事。但这会儿我就会先考虑到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初心。两个人初心是好的，就因为一些玩笑而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然后而来劳损一些心力，我觉得很不必要。然后这些想一下自己想通了，我说宝宝，互相包容。对，感觉就是异地恋更需要对方去换位思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各自的学习，要去忙。我从节目里面和刚刚和你们两个之间的谈话，我能感觉到灰灰可能从以前那个偷偷生闷气、不怎么表达的，到现在可以勇敢的提出自己的诉求，或者是勇敢的表达出自我的这种感觉，都可能都是异地恋教会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那我俩在节目上前后就节目上和节目下反差大吗？你们觉得？我说实话一模一样，真的真的真的，一模一样，完全没有区别。其实他岛上岛下我跟他接触也没有任何区别。对，我感觉就是那种很阳光的形象。因为我感觉你们两个在节目里都是属于比较有亲和力那种感觉的。对，因为你们可能就是比较阳光，比较少年。然后就会感觉，哎，让人感觉就是没有什么距离。重返18岁，对，重返20就够了，其实。哎，我重返23也就够了。你多大？重返23？即将25啊。OK， 其实说实话，节目里面可能会比较浪漫啊。节目里面，因为节目组会给你们设置一些环节嘛，那我们可能生活当中可能就是比较现实和平淡的。评断。那你们也应该也能感受到这一段两个之间的变化吧？你们是如何适应的呢？或者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岛上我们每天要投那个月光石，这是一个表达爱意。然后到了岛下之后，我其实觉得那个月光石就跟我们每天可能睡觉前打一个电话一样，你就打的电话讲的就是你一天的想分享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表达爱意的一个诉说方式。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它其实区别不大。因为岛上我们是没有这种通讯手机嘛，也不能这样子直接沟通，就换成了月光石。就你今天对谁有好感，你就给他投票。那我们到了岛下，就是你就可以通过打电话、文字这种方式来表达，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岛上岛下就最大改变就是岛上首先像一个乌托邦一样浪漫主义的，然后岛下就可能要考虑到现实生活中，比如两个人的身份或者是两个人的作息习惯。但我觉得这是更好的一个了解对方的一个环境吧。然后就像他刚刚说的，打个视频就像投月光石的心意。确实。我觉得岛下更是对这种关系的一种升华以及延续。对，所以你们两个人从节目里到现实当中，表达好感和喜欢的方式可能有一些变化，但它本质上都是相通的。对，可能只是形式上发生了一些改变而已。是的，对。OK，那我们对于这两位正处于热恋时期的小情侣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那你们在恋爱期间可能会要经历一些特殊的节日啊，你们会有一些好物或者是恋爱好物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有，你先来。我先。你先。你那个憋着。我的比你的物件大，你先来。好，我先。哇塞！哇，我掏出来，期待。我假装不知道。你假装不知道。我假装不知道。这是一次性胶片相机，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也就带手机相机什么都是一样的。然后首先我选择这个好物，就是首先灰灰是个很爱记录的人，他经常会把相机对准别人啊来记录一下，不仅帮别人拍照啊，也帮我拍很多好看呢。然后我俩就自己私下也经常互相拍，我觉得这是有一个纪念意义的物品，然后也是两个人恋爱中的升华剂。然后同时在异地恋中，其实很多时候就感觉不到对方，然后有时候会翻看照片，就晚上睡不着，我会偷偷翻，开始回忆。对，就是通过回忆点滴，然后来感觉对方其实就在旁边那种。所以我选了这个一次性胶片。那到我了，我的兔子拿出来了。哇，你们刚刚应该没看，好可爱。这个是对我来说它是有意义的，它不是普通的玩，它是那个可以录音，就是它里面有个录音的，你录完之后塞进去，然后你送给对方，对方可以就是摁一下就可以反复收听这段录音。然后这个是我俩在节目里第一次岛外约会，当时互相给对方挑选的，这是他挑给我的，他送给我的，好看吗？然后好看。我们两个人挑选完之后，我们就是偷偷的录了一段音放在里边，然后在告白夜那天送给了对方。哇，对，我好想知道这段话是什么。你真的很八卦，其实我也想知道。他那个还在我这个，说实话哪天不小心摁到清零了。清零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有个好处是，再见一次面可以重新再录一段，是吗？可以吗？可以，他可以重新录。对，还可以更新哎。我跟灰灰想的是一样的，就是吵架了可以作为道歉。对，我错了，我错了。对，好可爱，给一个台阶的感觉，而且他又很可爱，然后也睡觉也能抱着。确实。吵架一看到，哎，心情好了。对，确实很推荐我在恋爱中。你们刚刚那个潘潘的那个一次性胶片机，其实我也有，它里面其实好像也就20多张吧。你们多久能拍完一卷这样子的？我俩每次见面，拍完的，就一有能拍的就拍。一见面就拍完一卷。我俩好像就是半个月见一次，见一次就会拍完一卷。就是一个呢。好吧。很爱记录。哎，那你有没有带来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好物分享？这位单身人士，不用再说这个。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睫毛膏。然后我为什么推荐它呢？是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恋爱当中嘛，我觉得眼神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手机相机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把一些很美好的东西记录下来，眼睛就是最好的照相机。那我觉得在恋爱当中的话，眼睛的这个美感，我自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我觉得如果我的眼睛更好看，可能会让人家印象更深刻，因为眼神里的交流是最真诚的。所以呢，那个睫毛膏呢，它就是尤其是刷下睫毛，它可以刷的根根分明啊。这里可以切一下我的眼睛，我今天就是用的那个睫毛刷，对，我觉得很好用，而且刷出来很自然，很好看。有被安利的。而且你比如说你自己，假如你有男朋友的话啊，谢谢，我设想一下，你给他刷一刷，而且还能增进2个人的距离，靠得很近。他就不需要刷了，那他给你刷一刷。习惯啊，可以，这个可以。刷完以后问他，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可以让他刷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跟2位嘉宾的故事就已经聊到这里。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吧。其实从万众瞩目的综艺也好，或者到我们平凡的生活也好，可能2个人之间的感情还是需要2个人彼此之间认真的经营以及勇敢的表达。那祝福每一位听到这里的观众呢，都能够在爱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B站、抖音、小红书、酷酷聊账号上留下自己的故事，我们会与你们互动哦。然后最后感谢大家的倾听，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积极的互动。我们下周5同一时间晚上不见不散。拜拜。拜拜。